伊朗沒有擊沉任何一艘美軍的航母，可是呢，卻把美軍11艘航母的神話讓大家通盤來檢視。賬面上有11艘，能戰的有4艘，最後能夠調去搞第一島鏈0。美國法典第10篇8062節白紙黑字寫着，海軍任何時候都要有11艘航母，聯邦法律規定的哦。但是現在我們看到真正的能打的就4艘，而且呢，林肯跟布希2號就是正在中東，已经鎖死了，不能動了。然後其他7艘呢，要麼在修，要麼呢也在修，就反正都不能用，真的能打就4個。好，美國我們大家都知道擁有11艘世界最多的核動力航母，但是呢，美伊戰事打到現在，五角大廈碰到一個最頭痛的問題，就是11艘竟然還是不夠用的。因為什麼呢？因為很多的航母，它在打仗的同時，另外一邊它可能要進行大修，或者是要進行保養，或者是它要換這些核燃料啊，或者是長期部署等等各式的問題。那我們現在來看到11艘航母現在都在用在哪裡呢？首先，我們這幾天談的這個林肯號，大家都知道在海上的期间已經有9個多月了。那接下來呢，它目前呢，就是要特別注意到，就是布希號目前是在中東跟林肯號一起在支援第5艦隊來打這個伊朗哦，所以看到這個是目前在工作的林肯號跟布希號。那接下來呢，因為這個林肯號真的已經太累，在海上部署達到了9個月的時間，接下來要換上去的就是華盛頓號了。特別注意到，因為呢，華盛頓號現在單獨是在日本這個周遭這邊，所以它接下來會從西太平洋轉到中東去接替林肯號，也代表說，接下來是不是在日本這邊的第一島鏈等於就是空下來了呢？那剩下的航母其實我不一一念出來，大多都在進行大修，或者是才剛這個今年準備要退役等等啊，或者是他還在做維修等等。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的時候，先請教漢庭怎麼看哦？這個11艘航母，但是真的可以用的，我們看到沒有幾艘哦。那福特號、林肯號都被伊朗拖垮了。華盛頓號如果真的撤出了第一島鏈，伊朗它擊沉的航母就已經讓美軍全球部署出現了破口嗎？那漢庭怎麼看？伊朗沒有擊沉任何一艘美軍的航母，可是呢，卻把美軍11艘航母的神話讓大家通盤來檢視。賬面上有11艘，能戰的有4艘，最後能夠調去搞第一島鏈的0。而且美國法典第10篇8062節白紙黑字寫着，海軍任何時候都要有11艘航母，聯邦法律規定的哦。但是現在我們看到真正的能打的就4艘，而且呢，林肯跟布希2號就是正在中東，已經鎖死了，不能动了。然後其他7艘呢，要麼在修，要麼呢也在修，反正2種修，要麼在修理，要麼在休息，就反正都不能用，对吧？其他7艘都不能用，真的能打就4個。所以林肯號的狀況，而且很誇張啊！這邊我們只說它待了9個月，200天沒靠港，它基本物資短缺，飲用水污染，管道故障，甲板安全隱患，甚至呢裡面有官兵多人精神崩潰，試圖跳海，待在裡面太久了。200多名的船員親戚啊，找到代理海軍部長面前抗議，太久了，太久了。然後呢，就連參議員呢都致信給國防部啊，要求解釋，太久了，太久了，趕快回家。那為什麼不讓他回家呢？因為他回家就沒有人能夠接班。美軍航母的輪替邏輯呢是3-3制，就1/3在前線，1/3在訓練，1/3在維護。那如果林肯號一走，中東就會出現航母的真空，要填中東這個窟窿，那你就只能夠從西太平洋抽華盛頓號過來。所以華盛頓號本來它在日本啊，那它就必須要調過來。那因此西太平洋的一段時間就沒有任何美國的航空母艦在。因此，伊朗它沒有打穿任何一個航空母艦，但是呢，它能夠讓很多人想沉沒。為什麼呢？它让這些士兵想要跳海。對。那伊朗呢也沒有打穿華盛頓號，但是可以逼着華盛頓號掉頭走啊。伊朗呢也沒有打中福特號，可是呢，伊朗呢它必須，可是福特號呢它必須要這個繼續修，而且至少呢要修1年都不能夠出場。所以在第一島鏈的航母真空，它到底是個短期的還是長期的？其實我們短期來看，比如說半年，西太平洋就航母真空了，華盛頓號走了，那羅斯福號呢還在夏威夷附近，卡爾文森號要到2026年底才能完成部署，尼米茲號呢它大概要到2027的上半年都還在修，而且修到什麼时候不知道。所以半年到1年的時間，第一島鏈內美國沒有任何一艘可以立即投入戰鬥的航母。而如果中期來看呢，其他的也還在修，甚至呢什麼還在交付。
但是也很難恢復到6年以上啊。所以先前才有所謂戴維森窗口，說2027年兩岸非常關鍵。為什麼？就是因為美軍的這些航母的勢力剛好在這個時間點出現了破口。好，這個是航母在第一島鏈，很快的可能會出現一個真空的狀態。美國的航母在第一島鏈。那另外一件事情是，突然間川普為什麼針對於航母的方向突然間做了一個大修改？就是他認為說福特級的航母這個彈射系統，他們認為應該要放棄電磁彈射，改回蒸汽彈射，並且還說要正式的簽署這個是安全備忘錄，所以是這件事情是搞真的哦。那當然了，現在這個就讓這個外界非常的傻眼。首先呢，這個電磁彈射已經累積了36800次的彈射，就是有非常多次的這個練習。那這些時間成本等於就沒了嗎？第二件事情就是說，它燒了非常多的錢哦，燒了10多年，已經達到了數十億美元。所以呢，這一家是通用原子公司，是製造電磁彈射系統的公司，公開的警告說，我們的生產工作都已經接近一半了，你現在突然間改變了方向，會帶來巨大的成本、時程跟更多的風險。再來就是航母它的交期啊，航舰的交期也会再延長。福特號原本就已經延誤了，另外一艘多里斯米勒號的時間的交期也從2032變成到了2034，又要再延後嗎？再來就是有關於未來的作戰方向，是不是也會等於要改變了呢？因為呢，過去之所以要改变退掉這個蒸汽彈射的原因，就是因為因應無人化時代，所以他們希望電磁彈射上面可以放不管是 MQ-25 無人加油機啊，大型的無人機作戰，或者是小型的无人機。那現在換成了過去的蒸汽彈射，也代表說，現在有一個專家這麼說，戰力直接倒退一代。酈將軍同意他這樣的說法嗎？確實是重新是倒退回來了。那你知道這個川普他這個腦袋裡面，他一直是這種舊式的腦袋，他一直在懷念以前那個時候的軍艦的造型。譬如說，他想要再造川普級的戰艦，就是像是20世界大戰那種密蘇里號那種大的軍艦，他覺得那才是夠雄壯威武。那當然，他曾經也講過一句話，他說這個蒸汽彈射，那個飛機放飛出去以後，那個甲板上面有那個裊裊的那種蒸汽煙霧很有這個迷蒙的美感。他要的是這個東西啊，所以他要改回來。那確實，我想說，軍武界的人已經把它當作一個笑話看哈。那你知道蒸汽彈射跟這個，如果說是電磁彈射要改回蒸汽彈射，就像是什麼？就像你家裡面，如果說你已經是用這個電器的設備在煮飯，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家庭是用電爐在煮飯，那你整個系統又要改回到瓦斯爐，你想想看，整個牆壁要敲掉，重新管線要重新拉過哈，那個所費的工資有多大？那重點是說，你改回來以後，對作戰反而是效率會降低的。電磁彈射它的優點是什麼？它就是說，第一個就是它很快可以備戰。你這個蒸汽彈射，你要將鍋爐燒開才會有蒸汽嘛。那電磁彈射，你隨時這個有電的話，它就可以做彈射。所以說，電磁彈射大概只要15分鐘就可以將飛機放飛出去。那你要燒開一個鍋爐，要將近24小時，差別到這麼大。第二個，電磁彈射它的優點是什麼？它可以彈大飛機，也可以彈小飛機哈。我大的飛機，這個我用比較大的推力把它彈射出去，就像是我們講福建號上面空警600那個重位比較大，然後這個或者是說歼15戰機，它可以滿油滿彈，它也可以將它彈射出去，但是它也同樣可以彈射小型的輕型的飛機，包括到無人機。我們這次看到大陸來講，它四川艦它用電磁彈射，它就可以彈射攻擊11這種小型無人機，也可以彈射，所以它的這種作用範圍是比較廣。但是美國為什麼川普要改回來？其實美國的電磁彈射跟中國的電磁彈射是不一樣的。美國的電磁彈射叫做中压交流那中國用的是中压直流系統，所以中國故障率比較低，那美國的故障率比較高這第一個雖然說故障率高了，他現在來講，他希望能夠彈射4366次裡面只有一次故障，但他現在600次就發生一次故障，但縱然是如此，它比蒸汽彈射的故障率還要低，因為蒸汽彈射大概現在405次就會發生一次故障。那發生故障，重點不是發生故障，重點是發生故障之後，這個美國的這種電磁彈射，它是4條彈射線都不能用，那問題就大了。
你只要有一條故障，你4條彈射線你都不能彈射飛機，那問題就很大。你如果蒸汽彈射，雖然說1條彈射線出問題，我還有3條這個彈射可以將飛機放飛出去。那你美軍來講的話，你現在雖然說故障率比蒸汽彈射要低，可是你要出一個你就彈射不出去。另外第二個問題我們看到福特號到現在不管去出任何任務，它都只能帶着舊款的 F-18戰機，它不能彈射 F-35。那5代戰機你不能彈射，你這種航空母艦有什麼用？所以我覺得川普講這種話，當然改要花很多的錢。退回上一代，不改的話，你的戰力還是永遠是落後的階段，你沒有辦法完全發揮這個航空母艦它的全戰力，還是沒辦法完全發揮。好，所以這個川普現在蠻堅持，他就是要改回去过去的這個蒸汽彈射。那時間成本現在要花下去之外，你還要重新找工廠因為當時做这些蒸汽彈射的工厂已經倒閉了。那現在到底要怎麼辦呢？因為這家是巴布科克的這家工廠去年就已經宣布破產了。那現在到底誰要來做所謂的蒸汽彈射？那接下來對於戰力的影響，幹哥又怎麼看？美國10艘尼米茲級航空母艦它是 Wilcox 這家公司生產蒸汽彈射器，這是全球僅此一家為什麼？因為英國的已經倒閉了，那法國的彈射器是跟美國買的，所以全球只有這麼一家可以做。但是美國海軍已經20年沒有買新的蒸汽彈射器了，這是全人類裡面只有美國會，然後獨步全球，用蒸汽彈射。這種彈射是最傳統的，也最老派的，然後呢，也最可靠的。為什麼？因為它不會故障，它很少故障，它故障的排除比電磁彈射容易太多了。那電磁彈射呢？我現在必須要先就是說，我們先講一下電磁彈射，就是說，在中國現在快速發展。我們不但有這個福建號，我們還有076這種2棲突擊艦都在用電磁彈射了，但可靠性是一個問號。美伊戰爭現在從這個原本的戰場，現在已經到了科技戰爭，甚至是能源戰全面開打了嗎？來看到伊朗的最新動作。他這邊呢，伊斯蘭革命衛隊這一次展開了這個是納斯爾2的第24波的報復行動，瞄準的不是美軍基地，這次是瞄準美國的科技霸權，也就是亞馬遜 AWS-80的資料中心。伊朗宣稱呢，他現在所有鎖定的目標都已經完全的把它給摧毀了。專家也做警告，如果伊朗宣稱屬實的話，代表接下來波灣的國家的，包括這些從雲端服務一直到電話網絡，甚至是銀行相關的這一些應用程式，都可能因此受到波及。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伊朗他去轟亞馬遜，那會不會下一步往 Google 甚至是 Microsoft 這些科技大廠去做攻擊？這個是美方現在還包括了中東的盟友們現在所最擔心的事情。而同一時間，我們看到美軍的動作也在持續的加大當中，已經連續第11天空襲伊朗了，打擊的範圍包括了在軍事的行動基地、海軍的基地、無人機庫，甚至是它的後勤的基礎設施。這一次，川普也最新放話的，他說再打下去，很快我就會轟炸伊朗的核設施，也就是槁三了。在這一場戰爭當中，他說呢，根本就還沒有打完，接下來的另外一個目標，他可能還會做的事情，就是聯手以色列一起去打進伊朗的最後一道防線——槁三地下基地。川普的這樣做是真的有可能嗎？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那麼槁三之所以對伊朗來說特別的重要，然後呢，美軍又很難攻進去，有幾個理由。因為伊朗在這邊部署了上千部的濃縮鈾的離心機，而且呢，恐怕呢已經全部都把它搬進了槁三的地下基地裡面去了。現在有一個說法是說，連美國的巨型鑽地彈也很難徹底的毀滅掉這一個地方。換句話說，這個就是伊朗最後核計劃的最堅強的堡壘。那麼伊斯蘭革命衛隊也強調說，如果你美軍真的去敢攻擊我們的核設施的話，接下來你的盟友還有跟美軍相關的地區有所利益的地方，也都會成為伊朗強力攻擊的目標。重點來了，美國另外害怕的事情還有伊朗這背後是不是有其他國家在軍事上面特別做援助？來自於美國的戰爭部長特別的說法，他認為這背後還有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幫忙。他特別提到了在這兩個國家提供的是不同程度上面的援助。首先，中國大陸會提供防空系統，那麼俄羅斯他這一次在
俄烏戰爭當中學會了無人機的實戰經驗，恐怕也會把這些經驗提供給伊朗。這是來自於赫格塞斯的最新說法。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漢庭怎麼看了伊朗這次的打法？打的是亞馬遜資料中心在中東的地區，是警告美國，伊朗說的報復都是玩真的嗎？這一次，川普真的敢冒着這個整個中東失控的風險，對高珊真的下手嗎？漢庭怎麼看？先說這個亞馬遜被炸的事件，伊朗說炸了，但全世界都沒有確認。因為呢，這是伊朗宣稱我們已經炸成功了，可是美方亞馬遜跟巴林政府至少到目前為止全部都沉默，沒有任何的一方確認命中或摧毀。巴林的國防軍說，我們防空系統攔截了很多來自伊朗的空中目標，但他也沒有說這個數據中心已經遭到破壞。而且我查了，有趣的是，這家數據中心在今年3月1日就已經被伊朗的無人機打過了。當時就已經斷電起火，亞馬遜把客人都牽走，所以那邊已經是一個空場，就好像也沒什麼人在裡面。因此，伊朗這枚導彈如果再丟過去，然後又說完全摧毀，好像只是一個形式上稍微來造勢，但他也不完全是在做虛張聲勢。畢竟在3月底，伊朗就已經宣稱了啊，蘋果啦、英偉達啦、特斯拉、微軟、谷歌一大堆的這些18家的美國科技巨頭。在中東的相關設施，伊朗都要把它列為合法的打擊目標。那為什麼呢？我覺得它這個報復性是真的嗎？大概3分真7分假。第一，他要把戰爭的成本具體的、可視化的給老百姓看。畢竟美國呢，至少有68% 的民众認為這場戰爭不值得打。所以，伊朗打亞馬遜、打數據中心、打能源設備，就是要讓這些戰爭從抽象的，你美國人在遠方看不到，但是要把它變得很具體的，讓你的銀行刷 App 刷不出來啊，讓你的油價漲上去，讓你的養老金賬戶跌下去啊，類似這樣。那這也是不斷的在給川普國內支持者放血嘛。而且呢，要把這些灰色地帶都打成新常態。如果我的電廠被炸，我就打以色列和盟友的電廠；如果我的科技設施被打，那我就打你們的這些科技公司啊。那如果我的海上被封鎖，那我就封锁荷姆茲海峽等等。所以這是一個模塊化的報復菜單啊！你打我什麼，我就打你相對應的什麼東西，而且理由也很充分。你國際社會挑毛病，這好像也沒啥問題。好，那麼。川普到底敢不敢去面對這個高珊呢？啊，7月13號，川普還說啊，我們要直接在前門來一記漂亮的重擊，啥意思呢？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去炸那個主體啊，炸山根本就炸不穿嘛。但是如果你去炸個入口啊，在山腳下就炸一個小東西，這個是可以啊。那炸完了之後再宣布，哎，我們已經這個重創了，有沒有覺得很符合川普的 style？非常可能啊。所以他。敢不敢真的去炸呢？可能有，但也有一些條件，比如說國內的政治需要。他如果越要展現我對伊朗很強硬，那麼去轟炸這個高珊是最強硬的直觀符號。那第二個呢，也可能是以色列的要求跟不斷的逼宮啊。納坦尼亞胡政府呢認為說，我們必須要去摧毀伊朗的核設施啊，這才能夠有合法性啊。那再來呢，就是但川普也有一些不敢付出的代價。畢竟如果真的要去到高珊的話，要問要不要出動地面的部隊啊，這個也有很大的問題。畢竟伊拉克對美國的陰影實在是很大。那第二呢，美國可能也不敢輕易的動用核武器。再來第三呢，也是整個後續，那荷姆茲海峽仍然是沒有辦法得到結束，甚至這戰爭很可能會繼續擴大到黎巴嫩啊、伊拉克啦，然後沙特的這些全面開戰，所以這些也都是川普要拿捏的地方。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熒幕上的最後一句話，基本就是總結，就是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根本還沒打完，他的期中選舉非常困難。好，那同樣的問題，那幹哥又怎麼看？特別我們剛剛提到了高珊嘛，真的要打進去的話，得出動的是地面部隊。漢庭剛剛也分析了，如果出動地面部隊的話，它的代價非常的大，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剛剛說赫格塞斯特別提到說，在這場戰爭當中有中俄的協助，幹哥又怎麼看？其實上次我們就已經有提到了，就是說你今天摧毀了，上次我們是在伊斯法罕啊跟福爾多啊。等等這些地方的核設施，可是這次他移到高珊之後，我講句實在話，他不會再重蹈覆轍。也就是說，他的體系一定會比以前要來得更深，要來得更周密。他的離心機搬到那裡面去，你要曉得，
那個離心機不是幾台，是動輒要上千台，任何一個國家都一樣。你要使它的鈾能夠提升到武器級的水準，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還在60%的和平用途上，突然它要變到85%，乃至於抵達90%的武器級濃縮鈾水準，那是要上千台來運作的。所以你認為他把它移到皋山去之後，它是擺在那邊好看的嗎？你覺得伊朗的領導人是有這麼糊塗的嗎？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美軍要怎麼去摧毀它？你是不是要派出地面部隊來？哦，千萬不行，絕對不能派出地面部隊。為什麼？因為阿富汗22年，我們都已經記憶猶新了。這個是對於美軍而言，他們最記憶猶新的這個慘痛的記憶啊！為什麼？因為在阿富汗的結果是一敗塗地，在伊拉克算是全身而退，但是呢，有沒有對伊拉克產生實質的影響？也沒有。為什麼？伊拉克有沒有完全建立親美的政權？他的人民是不是從此就喜歡了美國？也沒有。所以你今天如果說要派出真正的地面部隊，你要想的問題是在於這個國家會比伊拉克跟阿富汗更難。為什麼？因為它有非常傳統的宗教信仰跟思想，它也是千年古國。你如果是派部隊進去的話，你一定要從教育開始，我覺得這根本做不到。所以在这種情況底下的話，你認為伊朗它會不會繼續危害這個荷姆茲海峽？會。為什麼？很簡單，這就是不對稱的低成本戰爭。它有很多的海軍快艇，它有更多的無人機，它在未來的5、6年之內，它會繼續我們用騷擾這2個字也不為過，或者說影響美國在中東的利益也不為過。那你川普你要用什麼方式來根絕它？所以剛剛講完了核子設施，這次現在在講的是荷姆斯海峽。那川普，我想請問你，現在已經知道付了375億美元的戰爭費用了，現在還要再追加800多億美元的戰爭費用。等一下我們會談到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可是我在這邊就已經覺得說，恐怕不能再這樣打下去。再這樣打下去的話，不是只有美國人民受害，是全世界都會受到它的影響。為什麼？第一個油價，第二個通膨。所以現在他還得到了中國和俄羅斯的協助。俄羅斯很簡單，我有大規模的無人機技術跟原料可以給你。然後中國呢更簡單了，中國有低層次的地對空防空系統，交給比如說鷹擊9型跟鷹擊19型的防空飛彈，這些東西通通已經交給伊朗了。所以我今天坦白講一句，如果真的拿出來的話，對於美國地面部隊會造成更大的威脅。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這個戰爭還沒有打完，而且必須繼續打下去。對，現在在戰爭繼續打下去的期間，剛剛儒淦哥幫我們提到，這一次美國最新又說呢，要再追加有關於戰爭它所需要的錢，所以現在最新追加的預算是376億美元，國會真的可能撥款嗎？等一下韻老師來幫我們看。赫格塞斯也說了，確實啦，現在碰到的狀況是，美國的戰爭成本已經達到375億美元了，這個數字比先前公布的嚇死人了，高出了90億美元。如果說新一批的這一筆費用800多億不能到位的話，接下來包括了美軍的訓練跟未來部署都會直接受到影響。那麼現在戰爭成本也等於說不能再蓋牌了，也等於是攤開來在這個陽光下給大家檢視了。包括昨天我們特別提到的美軍傷亡的資訊，現在也都是整個攤開來被外界來特別做檢視。另外有關於能源命脈2個海峽，包括第一個荷姆茲海峽，第二個紅海的狀況也來看。伊朗現在使用的叫做前行攻勢。荷姆茲海峽遭到不明的一個飛行物擊中，全體的船員被迫棄船逃生，這是來自於英國最新的一個證實。另外，胡塞組織持續的封鎖在紅海這邊，對沙烏地阿拉伯最新實施的海上封鎖，已經造成4艘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的油輪在21號趕快掉頭改道，等於說2個海峽被封，現在全球的石油能源命脈都掌握在包括了這個伊朗跟胡塞組織的手中。韻老師怎麼看接下來的影響？這個
剛剛講到3個方面消息，可以說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個消息。第一個的話呢，就是這是海格塞斯啊，美國的戰爭部長第一次到這個國會去，就這個 Capitol Hill 裡面去開會的時候，跟他這個參議員呢，就是要錢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他要錢，我跟大家詳細報告一下，他要的是876億美元。啊，其中的話呢，有670億美元是为了这一次美伊之间的戰爭。然後呢，他呢到目前為止呢，他已經講說，我們已經打了用多少錢？原來五角大廈第一次公布的是290億美元，結果他現在增加提升了86，變成376億美元。啊，那大家都覺得說，你拿了錢簡直當流水一樣亂花，對不對？那所以說，這裡面第一個消息就是說，美國打仗完全是靠錢，然後現在這個錢的話呢，有一點腐爛。那另外還不要講說，他的明年的軍事預算是1.5兆，1.5萬美元，這個是第一個消息。這個消息其實講起來，如果沒有錢的話，美國打了這場，就我活這麼大，有史以來見過最荒唐的一場戰爭了。啊，這個是荒唐到極點。如果因為我們每天在，就說句良心話了，就是拜川普之賜，我們這幾個名嘴天天在那邊光是聊美國這個荒唐戰爭，這麼聊了快幾個月了，對不對？好，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大家了解，就是說目前為止的話呢，伊朗這次發狠啊，就是只要過了荷姆斯海峽的話，他就一律照打。啊，以前沒有這回事。你剛剛這樣提到的，講說是 Amazon 啦或者 Google 什麼的，因為那個長期來講，就看那個伊朗就是個慫包啊，就是沒有事情，大家所有到中東去投資，這個高科技什麼都放在那邊，這下不得了，通通打起來了。而且現在的話呢，幾乎就是什麼第五艦隊什麼的都打得一塌糊塗。那麼這個就跟以前不一樣。然後我現在發覺是最嚴重，就是說。大家原來啊，那個以色列跟美國拿了對那個胡塞武裝都沒有辦法，請大家記住啊，胡塞武裝是也門的一個叛軍啊。那這個叛軍的話呢，他們都不要命啊，他們遊行的時候不是缺水的，就是斷腳的啊，缺水斷腳在那邊遊行啊，都不要命的。不要命情況下的話，他現在因為那邊有2個很重要的海峽，是整個波斯灣的這個所有的游出來，一個就是荷姆斯海峽，另外就是曼德海峽。對，現在大家打開地圖一看，這個曼德海峽裡面，胡塞武裝鎖了經濟，而且直接威脅沙特。大家要了解，一個叛軍可以威脅世界上最主要的產油國家，而且的話呢，這個沙特基本上也怕得不得了。所以這幾天油價上漲到130幾，馬上就開始反應了。為什麼？如果2個海峽都被封住，而且他們基本上的話呢，都是這個什葉派的教徒的話呢，在這種情況下，抵抗之虎出現的力量，這個世界的經濟很麻煩，真的很麻煩。今天帶觀眾朋友來持續關心在軍事的新聞哦，中國大陸的093改良核潛艦震撼的曝光了。等一下我們會來看到這一艘這個新的核潛艦哦，它有哪一些戰力？重點來了，它是無聲無息的可以獵殺美軍的航母嗎？等一下請酈將軍來帶我們看。2030他們也預估了這個潛艦可以反超美國的數量。海底霸主會全面易主嗎？今天會來看一個深入的剖析。好，來看到是美中的海權又出現了一個新變局，尤其是我們今天要來特別看到的這張照片，是在上海的造船基地附近的最新衛星影像。好，這個新型的潛艦，等一下我們也會 roll 畫面給觀眾朋友來仔細看哦。最大的變化就是它的艦橋大幅的縮小了，然後呢，它整個船體更加的流暢，所以它的優勢是什麼？它可以進一步降低在海下的這個航行的阻力跟水下的噪音，這樣子的好處就是它可以提高它的匿蹤功能，也代表說更難被美軍的反潛機啊、聲納浮標以及它的核潛艦給偵測到。那這個最可怕的事情是因為美國會很緊張，因為它的水下的攻擊力哦，對它來說一直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尤其是過去數十年，美國的海軍能維持霸權，靠的就是它擁有這個很完整的航母打擊群。那另外呢，也有這個守護航母的這個攻擊核潛艦的部隊。我們來看到日本的海上自衛隊是這樣說的，他說093系列未來最重要的任務，可能就是可以伴隨航母來做遠航，甚至接下來就可以威脅美軍航母的打擊群了。好，新的這艘航母的戰力有哪一些比較值得關注的部分？對於戰力來說，可以有多大的提升？尤其等一下請酈將軍帶我們特別關心，靜音性真的能大幅突破嗎？再來搭配這種反艦飛彈、重型魚雷，對於美軍未來航母有多大的威脅？酈將軍怎麼看？我覺得這個日本這個海上自衛司令他講說這艘新的潛艦是093，錯，我不認為是093，
我覺得日本講這話有一點酸故意說還是舊型的093，我認為可能是097。097，為什麼我認為是097？第一個這個093跟是095這兩種款式已經是中共解放軍這個已經出來，大家都已經知道的這種攻擊型的核潛艦大陸解放軍他們攻擊型的核潛艦093、095。那如果說是戰略核潛艦是雙位數的雙號是094跟096，那這一艘潛艦跟093、095完全是不一樣，完全是一種新型的構體，還有它的長度也不一樣。這艘潛艦目前大家從衛星上面觀察，它的長度是120公尺那麼長那原來093跟095都已经出來的，它的長度是110公尺，它比原來的这种攻擊型潛艦還多了10公尺。所以我個人研判是不是解放軍有新型的097已經橫空出世了？尤其是說它的這種我們講潛艦上面那個指揮塔，我們軍事術語叫它叫做帆罩那個指揮塔，因為它這個帆罩做的特別低小特別小，那整個構型來講有很大一個改變所以我認為說極可能是全新的一個設計的097的潛艦那第二個美軍來講的話，他很清楚，如果說在水面的戰力已經沒有辦法，很難將中共的解放軍嚇阻在第一島鏈之內。這個包括赫爾塞斯他都承認美國戰爭部部長他就講說，如果說在開戰第1個小時之內，他們水面戰艦可能承受不住。中國大陸他們東風17這種陸對基地的導彈，還有055這種055大驅的這種飽和式的攻擊，可能承受不住。所以美軍現在積極在發展什麼是水下的戰力。我們看到他譬如說讓日本去發展它的蒼龍級的這種潛艦這個然後讓澳洲在南部這邊來講，叫澳洲用奧克斯的潛艦。給他做核潛艦，希望讓奧克斯來這個在南海那個地方來嚇阻中國解放軍那為什麼我講說這個美軍他們很急呢？因為從奧克斯的發展就看出來，奧克斯本來是美國答應幫澳洲建立新的維吉尼亞級的核潛艦，但是美國發現已經來不及了，因為大陸來講它的潛艦發展速度太快了，它已經來不及了，所以現在美國是用將舊的維吉尼亞級潛艦這個先賣1艘給澳洲，當然澳洲就很不爽我拿的是新鈔票，你怎麼賣給我中古艦呢？澳洲是很不爽。但是從這個過程之中，你就知道事實上美國是非常着急，他來不及造出他的新潛艦。那水面下作戰，我跟各位講，水面下作戰一定是潛艦對潛艦是最好的這種武器。那解放軍現在來講，他也在積極發展他的水面下的戰力。那準備不管是未來他要護航他的航母戰鬥群出第一島鏈甚至到第二島鏈去，或者是在水底下跟這個美軍來一個對抗。那如果說有這種攻擊型的核潛艦，我覺得它將來突穿的就不是第一島鏈、第二島鏈，它就有能力，因為核動力來講的話，這個續航力是沒有期限的所以它極可能就在太平洋的中部，譬如說夏威夷群島那個地方，然後那時候所謂的這種區域拒止，就不只是區域拒止，在第一島鏈之內區域拒止，它可能遠在這個太平洋中部那個地方就可以在那邊對美軍的這種航母打擊群構成威脅。那如果說美國航母打擊群要來馳援這個第一島鏈這邊的戰爭來講的話極可能在那邊你就要考慮到說有這種新型的核潛艦埋伏在那個地方，準備對你伏擊。所以我認為說，假如說這款潛艦真的做出來，對美國的航母來講，確實是構成很致命性的一個威脅。好，盧將軍幫我們特別看到，現在中國大陸的核潛艦，除了它的技術上面做升級，另外就是它的造艦速度是真的非常的快，那遠比美國還要更快很多。所以美國的國防部這邊也做了一個具體的一個預估數字，它現在最新的數字出來是說，2030年他們預估呢，大陸海軍潛艦數量會增加到75艘。那我們要知道，美國現在只有69艘所以很快的，是不是2030年就代表會正式的超越了呢？等一下，請幹哥來看。那也盧將軍剛剛特別幫我們提到了，核潛艦的話，它的威脅就不會只是到第一島鏈、第二島鏈，甚至到太平洋地區了。這對於美國的威脅，那幹哥又怎麼看？好 ，OK， 好，剛才李將軍說了097潛艦大家會覺得很新穎。對，好，097潛艦叫秦級，秦朝的秦，
所有的潛艦，中國潛艦都是以朝代來劃分，097叫做秦級。那小林正道，也就是前自衛隊的那個潛艦指揮官，他說可能是093B 或者是095型。093叫做商級，095叫做隋朝的隋級。那因為它的讓人家驚訝的地方是，先看到的這張照片是這艘潛艦沒有帆罩，所謂的帆罩就是指揮塔，沒有指揮塔了，沒有指揮塔是非常非常新穎的設計。大家知道，我們看到那些2次大戰的那個潛艦戰爭的那個影片，那個艇長一定要爬到那個指揮塔上面看看，哎呀，敵人的驅逐艦還在不在？現在沒有了指揮塔，我想請問你一下，你怎麼做？你怎麼觀察敵人？告訴各位，指揮塔也就是那個帆罩，就那個凸起來的那個部位，它要裝很多東西，它要裝光電軌桿，它要裝潛望鏡，它要裝這個通訊的那個電塔。你把那個帆罩整個拿掉，那東西要裝到哪裡去啊？所以這叫做技術大躍進。哇，中國095潛艦不要這些，那還得了啊？那你要怎麼辦？縮到船身裡面去嗎？那恐怕在目前我們所知的技術範圍之內，可能做不到。如果他真的做到了，那美國你真的要很害怕。問題是我們現在已經有實體了，已經在上海的那個江南造船廠，我們已經看到實體了。它沒有帆罩了。是。那我這些所有重要的光電感測器，通通收進去了。那可見得中國的技術不是日進千里啊，是萬里啦，很可怕。而且這艘船夠大，為什麼120公尺，估計9000噸，這麼大一艘船。那剛才麗將軍講的秦級啊，是專門它的那個等級是對付美國的海狼級的，海狼級是美國最高級的，所以現在只有原型還沒有做出來。但是現在我們已經做出095型的這個沒有帆罩的，這個叫什麼？這個叫做隋級，它已經做出來了。所以你就曉得說，那這個隋級是大概要相應美國的維吉尼亞級。好，我們回到剛才你問我的那個題目，到了2030年，我們中國會有75艘潛艦，對不對？這裡面有一個盲點，為什麼？因為美國會不斷的減少，現在有69艘，到了2030年可能就不到60艘了。所以我們會變成75艘，可是你會說數量我們會越來越多，不是用數量來比的啦，要比的是整個潛艦的性能。我剛才前面講了這麼久，就是告訴你說，如果隨級潛艦能夠突破它的技術瓶頸的話，那將來它可能比美國潛艦還要優秀，這才是美國真的要注意的地方。好，那最後我們也請苑老師帶我們看一下，目前其實如果來整合中美之間他們的整體的工業量呢，也就是造船的工業量能來做一個比較的話，現在有一個最新數據來自於美國海軍自己公開的數字，他說中國造船的產能已經達到美國的232倍。那目前呢，光是上半年中國新接的船舶訂單拿下全世界是佔了80%，意思就是說，現在全世界裡面有10艘船的話，8艘是來自於中國製的。那另外，美國還有更擔心的事情是中國推動的軍民融合的模式，也就是說，平常這些船是用來做商用的，但是如果到了戰爭時期，就會把這些船改拿來做軍艦、補給艦或者是核潛艦等等。再來另外一個事情，美軍也很擔心的是，大陸它的船廠還可以分工來做生產，所以從這幾個部分來看的話，未來的競賽會不會是比一個中美之間在軍事海上的一個工業實力？苑老師怎麼看？我先講一個重要的一個觀念呢，就是國家的國力啊，分成軍用跟民用啊，他們之間是互通的。這個我們都知道，甚至於包含的話呢，你住這個地點什麼的話呢，平時就是你住的房子，戰時的話呢，就是一個堡壘什麼，這個都是互通的。那麼我們現在強調是整體的國力，大家知道嗎？美國在2次大戰發生的期間，一開始從偷襲珍珠港之後的話，竭力恢復，就是把美國的全部的民用生產力全部拿成國力。那個時候，美國1個禮拜可以造出1艘驅逐艦了。那這個1個月就可以搞出1艘航空母艦了。美國到最後2次大戰結束的時候，航空母艦145艘啊，
這不是開玩笑的。好，我現在分成大陸之間的這個造船能力的增強啊，這個我剛剛講到說，這全世界80%是中國船的話，這不是談訂單的問題。首先，第一個技術上的突破，大家還記不記得原來韓國德意說中國造不出來 LPG 什麼的這個船啊，這個就是說運送天然氣的這個技術完全突破了。這個就完全突破。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大陸本身呢，在這個成本上、人才上、技術上，以及長期來講的話呢，軍用民用的混合上來講，都是早就構成了這個準備。這兩點都是美國無法比較的，一個是技術，一個是成本。還有第三個部分的話呢，大家要搞得清楚。大陸本身來講就是把所有的全國的國力，因為剛剛聽到我們幹哥在講到說是那個水擊啊，或者說是勤擊，對，它裡面的話呢，就是沒有那種我們叫船艦了，我那個專有名叫什麼造塔什麼的，帆造。我們學哲學的不懂那麼多，但是我們可以了解到，它裡面是雷達呀，什麼稀土的需求啊，一樣都不会少啊。它是把所有最新的科技全部裝進来。然后第四點，我要強調什麼叫做核能潛艇？大家還記不記得前不久那個巨浪3才剛發過，核能潛艦的功用是你要搞死我，我把你全國幹掉。它只有做最後的保衛的措施，所以核能潛艦真的不是在比多，而是比在說你挨了核彈的攻擊以後，你要升起來的話呢，巨浪3、巨浪4就一起飛出去。那個時候就是它是一個威懾的力量啊，這個非常重要。那你現在好，我們現在講到美國，我剛剛講了一大堆，美國的話呢，成本非常高，美國的技術的話呢，遲遲不前進。而美國本身來講的話呢，長期啊，其實今天講到美國的衰落，最重要的原因是從蘇聯垮台以後，美國自己志得意滿，就是連我們哲學界都有那個福山講到說歷史的終結，那就都不用再搞了 ，F-22都停掉了，才突然發覺大陸基本上是一個圍殺的行動，就是用各種海陸空軍各方面的話呢，就告訴美國，美國現在要追起來的話呢，在成本上、在人才上、在技術上、在材料上都不會是對手的。我真的可以這樣子講，他時間是站在大陸這一邊，因為美國本身它發展的成本太高了。